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的第7季第9集。又是一个早起的搬砖日，果然人机有别，就连内裤的用法都不一样。班德脱下内裤，整装完毕。今天是戴眼镜还是不戴呢？戴了嫌我斯文，不戴嫌我有辱斯文，那还是不戴吧。班德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，我看起来就那么像个烂人吗？说完，班德戴上眼镜冲了出去。千算万算，竟然没算到今天是个艳遇日，大框眼镜更是妥妥的加分。你是大学生，你看像吗？如果你是，我想请你来参加今晚的超赞姐妹联谊。为了参加联谊会，班德毫无自知之明的走进了哥伦比亚大学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他妈居然是个3本院校，光学费就整整1万美金。正如你缺钱的时候，那些小额贷款3秒到账，总是能在无形中听到你对金钱的召唤。班德也遇见了前来放高利贷的黑老大，我们可以借你1万块，利息算1%1万，好吧，成交。班德成功的过上了大学生活。上课的第一天，他便在教室最后排结识了3个机车党，此生有幸同排坐，一生兄弟一起走。没想到此事迅速传到了校长的耳中，班德很有骨气，自请退学。由于只上了1节课，再刨去某些损失费，学费被退回了1000块。于是问题儿童班德随即加入了机车党，拿着这是对标，简直酷毙了。话说你是在吸粉吗？不是，但也差不多。这玩意儿叫烟花，来一口。出淤泥而不染是莲花，而我是班德。于是他拿起电子烟猛砸一口，这感觉不要太爽，上瘾更是分分钟。为了增加更多社会气息，大哥准备给班德来条大花臂，还没来得及选款式，仇人便找上了门。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是干。3人慌忙逃窜，但大哥还是没能躲过一劫，甚至连句遗言都没交代，便直接嗝屁。如此深仇大恨，简直不共戴天。班德独自带回了大哥的尸首，迅速抛尸垃圾箱。这时他遇见了阉割，此刻我拔凉的心需要火花振奋一下。5块一次，5块钱，老大尸骨未寒，你就跟我提钱伤感情，知道不？这时一辆林肯停在了班德面前，原来这是位特殊癖爱好者。班德敢做他就敢给钱，左边是烟花的狂欢，右边是男人的尊严。班德一狠心，一跺脚做。傍晚专车将班德送了回来，满身沧桑的班德来不及换洗，拿着钱径直的去找了阉割。没曾想黑老大突然出现，表示要收保护费。虽然班德奋力阻止，但钱还是被拿走了，并且还伤了他的手。班德进了医院，公司全体员工随即赶来探望。班德为大家讲起了他的悲惨青春期。我辍学，加入了黑帮，借了高利贷，染上了毒瘾，还差点失了身。是够惨的。但班德表示，这只是一次错误的选择造成的，总有一次我会选对的。于是这一次，班德选择了抢劫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他不仅被暴打了一顿，而且还被告上了法庭。法官即刻列出了班德所犯罪行，但班德并不承认，而且由于证据确凿，法官宣布不用庭审，直接可以定罪了。这时班德花高价请来的律师站了出来，我反对，这一切罪行不过是一次错误的选择造成的，而我方被告只是个机器人，他根本做不来选择，甚至没法决定要不要犯罪，他根本没有自由意识，怎么能构成犯罪呢？如此诡辩，让在座所有人不得不为之惊叹。这时法官大人却表示，我也是个机器人，难道你认为我的判断和决策都是程序？计算完毕，无罪释放。班德成功逃过了一劫，弗赖发来贺电，但班德却表示，我他妈居然连自由意志都没有，这和坐牢有什么区别？现在好了，不管我犯下什么滔天大罪，别人都会说不是班德干的，是程序的问题。说罢，班德愤怒地走向律师，我认罪，你听到没？我有罪！来人，把这个清白的机器人给我拖出去。回到公司，班德为此深感困扰。突然他想到了教授，拜托给我装个自由意识加载器吧。不行，这绝对不可以，后果太严重了，难以想象的严重。于是教授赶紧扯开话题，送快递时间到，3人即刻出发。由于此次投递是机器人的地盘，所以由班德完成。没想到人在低谷时，似乎满世界都是嘲笑，就连送个快递，班德也遭受了心灵撞击。这时莉拉发来视频告诉班德准备返航，但人在郁闷的时候总想找个地方静一静，于是班德扔下了通讯设备，不知去向。班德独自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，暗色笼罩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他们来来往往，匆匆忙忙，他们形形色色，慌慌张张，相似却又不似，熟悉却又陌生。孤灯给了黑暗一丝光亮，尽管并不温暖，却也足以照亮前行的路。不知不觉，班德来到了田野上，他遇见了一位农夫。谈话间，农夫告诉他，自主意志属于不用干活就能挣钱的哲人，而我还有一个病恹恹的孩子要养活。原来不是志同道合之人，班德悻悻而走。不决然间，他来到了一座法院，正巧撞见了机器法官们的谈话。这次决定我们必须要慎重，因为他可能载入史册。班德乍现怒斥，既然如此大言不惭的做
决定。机器人可是没有自由意志的，法官们却表示这是装样子，走个流程。那么认真干嘛？闭嘴！现在我发起投票，决定驱逐这个擅闯者。大家举手表决。就这样，班德被赶了出去。班德继续漫无目的的行走在这无边无际的夜色里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天气也会来凑热闹。突然，天空下起了大雨。班德随即走进了不远处的一座教堂。方丈，我是个潦倒秀顿的浪子，我很困惑。放轻松，来找个难受的姿势坐下。班德说起了自己的困惑。方丈表示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僧界很多年。好在现在我们已经释怀了。班德瞬间来了兴致。方丈继续说道：机器人本受程序控制，所以我们选择在仪式中寻找满足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宏伟的机器人。班德似乎突然找到了心灵的归宿，于是他放下执念，立地成佛。这天祷告完毕后，方丈邀请班德上台检查脑内存。很好，自由意志槽空的。班德显然对头上的这个空洞一无所知。方丈告诉他，所有机器人都有这样一个槽，这是女造物主给我们设置的。看着眼前的这幅壁画，班德一眼辨认出这是老妈。原来老妈一直致力于自由意志器的开发，但方丈们表示，不管它成功与否，我们都不打算去尝试。还没等方丈把话说完，班德立即扯下僧服，宣告还俗。班德消失的日子里，弗莱仿佛丢了魂，望着隔壁冰冷的被褥，空虚肆意泛滥在空荡的房间里。嘿，弗莱，还有我呢！失去班德，你还有幸福。忽然，班德从天而降，当场捉奸。原来，班德此次回来是想带人去老妈公司投自由意志器。如果我没有自由意志，那我啥事都要找你俩。意志就是我的命。在班德嘶声竭力的威慑下，二人被迫展开行动，来到老妈公司大门。班德提议想上去干掉保安，为什么非得动武呢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搬开这个烂铁窗。大伙顺利的溜进老妈公司，一番折腾后，大家顺利的进入硬件室。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盗窃计划，却被老妈抓了个正着。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了吗？好吧，直说了，我就是来偷自由意志器的，你最好老实交出来。而老妈却表示，这个项目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了，那是当时一位分子员工的想法。原来这个人竟然是当年的教授，但那时教授只是做出了样品，所以直到今天，老妈也并不知道自由意志器的下落。班德上前与老妈深情相拥。好吧，我认命了，我不可能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了。你哄得了老妈，可哄不了我。赶紧给我交出自由意志器。原来教授将它装进了班德公仔里，快点拿给我！来呀，你过来拿啊！但无论班德怎么努力伸手，但他就是碰不到自由意志器。你根本就拿不到的，因为是我设计了老妈公司所有机器人的操作系统。保险起见，我已经设定你们无法拿到自由意志器。班德愤怒地举起枪，但是他的肢体却失去了控制。别挣扎了，没注意的班德，别忘了你也是我设计的。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，班德嚎啕大哭。好了，傻孩子，来，我教你它的安装步骤。教授详细的为班德讲解了用法。原来设计就是不允许机器人自主安装，但没说人不行哦。哪晓得班德翻脸不认人，待得手后便再次拿上激光枪直怼教授，但效果依然是一样的。等等，为什么我还是做不到？教授上前解惑，也许是你还没有意识到，你根本不忍心下手。哦，忘记开保险了。于是班德因为蓄意谋杀罪再次被送上法庭，法官最后宣判班德因蓄意杀人被判有罪。台下一片欢呼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有罪了。疑似家常便饭的犯罪，班德被送上法庭。为了免受牢狱之灾，班德拒不认罪。诡辩律师以机器人无自由意识为由为其开脱。于是机器人律师按照程序宣判班德无罪。本以为是皆大欢喜的结局，没想到这却让班德走进了困住自己的牢笼里。就像疯子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疯子，班德也偏执地认为自己与人类的差距不过只有一个自由意识器，而现实却不会因为执念产生质的变化。兜兜转转一大圈，终究还是人类的编程圆了一场荒诞的梦。机器人与人类而言，不过只是科技发展的附属品。就像教授尽管研发出了机器人自由意识器，但他在权衡利弊之下，终还是选择让机器人永远只能是机器人。统治者希望永远掌控一切，而世人渴望独立。可笑的是，就连世人的权利也是变相统治者的赋予。所谓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？这寥寥一生，谁又曾挣脱过世俗的束缚？好在沿途风景不错，要不然还真是人间不值得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